今天我们来聊聊每天餐桌上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的绿色蔬菜。别小看盘中叶菜，它们有的能强心护肝，有的能延缓衰老，甚至有些被医学界称为天然的抗癌武器。前不久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营养专家曾根据蔬菜中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的含量，评选出一份全球最健康蔬菜排行榜。结果让人意外的是，平日被视为营养代名词的菠菜居然只排在第5名，而排行第一的竟是一种许多人每天都在吃的低调蔬菜。它被誉为天然抗癌王，只要每天吃一点，就能帮助我们清理血管，对抗癌细胞，效果好到仿佛比药还强。究竟是哪些绿色英雄登上这份榜单的前10名？现在就让我们按名次倒数，一探这些植物冠军有多厉害。第10名，宽叶羽衣甘蓝。这种深绿色蔬菜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奉为上等食材，还被称作古希腊人餐桌上的强生蜜草。后来随着殖民者的船队漂洋过海，宽叶羽衣甘蓝来到了美洲，成为美国南方料理中不可或缺的灵魂蔬菜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它不挑气候土壤，容易栽种储存，营养又丰富，曾是奴隶与移民赖以果腹的生存口粮之一。可别以为这样的穷人菜就不起眼，其实它是十字花科蔬菜中的隐藏冠军。宽叶羽衣甘蓝的营养密度极高，每100克仅只有约30多卡路里的热量，却能提供我们每日所需超过6倍的维生素 K 以及约1/5的钙质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富含维生素 C、贝塔、胡萝卜素、钾、镁等多种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，对于预防骨质疏松、降低血压和保护心血管都有帮助。作为十字花科的一员，它在防癌方面的表现也不俗。科学研究显示，十字花科蔬菜对乳腺癌、大肠癌、前列腺癌等具有显著的预防效果，而羽衣甘蓝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难怪古人相信它能强身健体，现代营养学更证明了这一点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宽叶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含量实在惊人。如果你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如华法林，摄取过多维生素 K 可能干扰药效，所以这类人要适量食用。第9名，罗曼生菜。这就是凯撒沙拉中那常常翠绿的罗曼叶，在沙拉碗里宛如绿色贵族。罗曼生菜的热量极低，每70克大约只有13卡路里，但它的营养价值一点也不含糊。它富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钾元素和贝塔胡萝卜素。别看它柔嫩多汁，其提供的营养能帮助强化免疫力、保护视力，并协助维持稳定的血压。事实上，早在3000多年前，古埃及人就开始栽种罗曼生菜，甚至将它奉为象征生育力的神圣植物，会将生菜供奉给生育之神。可以想见，古人或许已注意到它对健康的好处。不过就在几年前，罗曼生菜也曾经历一场信任危机。2018年，美国爆发一起因罗曼生菜受大肠杆菌 O157H7 污染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，超市一度全面下架罗曼生菜，许多人生病住院。经过那次风波，全球对生菜的食品安全进行了重新检视，加强了栽培与清洗上的把关。所幸风波过后，罗曼生菜又重新登上人们的餐桌，以清脆爽口的滋味和丰富的营养，持续扮演着健康沙拉主角的角色。可以说，那片片翠绿的叶子不仅美味清新，还承载了跨越古文明与现代挑战的重生故事。第8名，欧芹。提到欧芹，也许你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餐厅菜肴上那搓作点缀用的小绿叶。通常主菜吃完后，这片小绿叶就孤零零地留在盘边。然而别小看这不起眼的装饰，它其实是厨房里的低调营养间谍。欧芹是维生素 K 的超级来源，只要1汤匙的新鲜欧芹碎，就几乎能满足你一天将近70%的维生素 K 需求。此外，欧芹还富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以及一种对健康极有益的植物化合物，名为芹菜素。这些营养让小小的欧芹具备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，甚至有研究发现，欧芹中的某些成分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。想不到吧？盘边那片默默无闻的绿叶，竟藏着这么多好处。
翻开历史，欧芹可是大有来头。古罗马人对欧芹情有独钟，他们相信吃了欧芹可以千杯不醉，于是在酒宴狂欢前常会先嚼几片欧芹预防醉酒。到了中世纪的欧洲，欧芹不但是料理香料，还被赋予神秘的色彩，人们把它视为能辟邪的草药。据说随身携带欧芹可以辟邪挡灾，成为当时的护身符之一。来到现代，欧芹更是在各地美食中扮演重要角色。例如，中东有一道著名的塔布勒沙拉，灵魂食材就是满满的碎欧芹。而法国的经典香蒜酱料里，欧芹与大蒜更是黄金搭档，甚至在吃了大蒜之后，嚼点欧芹还能中和口腔中的异味。可见这位配角其实早就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了。当然，再好的东西也要适量，特别是对孕妇而言，过量食用欧芹并非好事，因为欧芹可能促进子宫收缩，所以怀孕期间还是少吃为妙。第7名，美生菜。别误会，这里的美生菜指的正是沙拉和汉堡里常见的脆嫩结球莴苣。很多人以为生菜除了水分没啥营养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美生菜的历史可以一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，在公元前2680年左右，古埃及人就开始种植生菜，并将它献给生育之神作为祭品。当时的人们甚至会用生菜的种子来榨油食用。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，生菜象征着生命力与繁衍地位相当特殊。没想到几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在汉堡里夹的那片生菜居然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渊源。从营养角度看，美生菜也不容小觑。每100克生菜含有约126微克的维生素 K， 以及7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A。 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吃下一盘生菜沙拉，就能为骨骼提供充足的维生素 K 来强健骨质，为双眼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A 来保护视力，还能提升免疫力，对抗疾病。一盘脆嫩的生菜不仅低卡高纤，解馋又无负担，还能补充大量水分，有助肠胃蠕动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美生菜甚至上过太空。2015年，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们在国际太空站上成功种出了第一批生菜。想象一下，在失重的太空舱里漂浮的新鲜绿叶，成为宇航员入口的第一口太空沙拉。这可是人类在太空实现自给自足的一大里程碑啊！从古埃及的神坛到遥远的宇宙，美生菜完成了一次奇幻的旅程，也证明了即便是看似平凡的一片叶子，都有可能创造出不凡的历史。第6名，菊苣。一听这名字你可能觉得陌生，但其实你或许已经在某些沙拉或咖啡中与它不期而遇。菊苣有着微苦带甘的独特风味，因此有人称它为苦中带甜的肠道守护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菊苣的根部富含一种叫做菊粉的物质，菊粉是一种天然的益生元纤维，同时也是低卡的天然甜味剂。当我们摄入菊苣根中的菊粉后，它会成为肠道中有益菌的食物，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肠道菌群平衡，进而改善消化功能。而且菊粉不会引起血糖飙升，相反地，它有助于稳定血糖，对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十分友善。菊苣在人类历史上也扮演过有趣的角色。中世纪的欧洲，人们把菊苣视为护肝的天然良药，认为食用它有助于保养肝脏。到了19世纪拿破仑战争期间，咖啡豆一度短缺，机灵的人们竟想出用烘焙菊苣根来代替咖啡的点子。这种代用咖啡饮品由于价格低廉又提神，人们称它为穷人咖啡，在当时广为流行。直到今天，在法国和荷兰等地依然保留着用菊苣根冲泡饮用的传统。如果你曾在当地喝到一种带着淡淡焦香与苦味的特殊咖啡，没准儿就是菊苣在发挥魔法呢。此外，菊苣除了让人类受惠，还是牲畜的好伙伴。它不但可以作为高蛋白饲料提供营养，还能利用其中的特殊成分达到天然驱虫的效果呢。虽然菊苣入口略带苦味，但俗话说良药苦口，这一丝苦韵恰恰是它养生功效的来源。能品出这份微苦，也就能换来健康的甘甜回报。第5名，菠菜。说起菠菜，大家一定不陌生，
从童年卡通《大力水手》中补派吃了菠菜力大无穷的桥段，到营养学界对菠菜的推崇，菠菜一直都是绿叶蔬菜中的当红明星。难以想象吧，这样的营养明星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却只排到第5名。且让我们看看菠菜到底有多厉害。菠菜被誉为绿色能量超人，因为它富含的营养实在令人惊艳。它富含维生素 K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， 还有丰富的铁、镁和叶酸。这些营养素让菠菜成为骨骼的守护者。它富含维生素 K 和钙质，能帮助强健骨骼。同时，它也是免疫系统的后盾，因为其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可以提升免疫功能。除此之外，菠菜富含铁质和叶酸，有助于造血和预防贫血，是血液的恩人。可以说，小小一把菠菜就像一座营养的宝库，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健康支持。更棒的是，科学研究显示，经常吃菠菜对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大有益处。例如，菠菜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和叶绿素能减少细胞的突变和氧化损伤，从而降低罹患大肠癌的风险。同时，大量摄取菠菜还与第2型糖尿病较低的发生率相关。难怪营养学家们都鼓励大家多吃深色叶菜。不过，即便是强大的超人也有弱点。菠菜含有较高的草酸，草酸会影响矿物质，尤其铁和钙的吸收。幸运的是，只要将菠菜汤煮熟透，就能大幅降低草酸的影响，反而更有利于铁的吸收。所以吃菠菜时，建议将它煮熟再吃，才能更好的发挥营养效益。此外，由于菠菜的钾含量不低，肾功能不佳的人如果一次吃太多菠菜，体内过多的钾可能无法顺利排出，反而造成负担。因此，肾病患者虽然可以吃菠菜，但一定要适量为宜。总的来说，菠菜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健康蔬菜代表，只要正确烹调、合理摄取，它就能为我们带来满满的好处。第4名，甜菜叶。很多人吃过红彤彤的甜菜根，也就是甜菜头，却往往把它顶部的绿叶给摘下丢掉。殊不知，这些不起眼的绿叶其实是被忽略的营养宝藏。甜菜叶指的就是甜菜根上那一处鲜嫩的绿叶。别看它貌不惊人，营养价值可一点不输其他深绿叶菜。研究发现，甜菜叶所含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甚至比甜菜的块根还要丰富。甜菜叶富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， 还有铁与钙等矿物质，几乎囊括了身体各个系统所需。更特别的是，甜菜叶中含有天然的硝酸盐。别紧张，这可不是什么人工添加物，而是自然存在于蔬菜中的好东西。当我们吃下甜菜叶后，这些天然硝酸盐会在体内转化为一氧化氮。一氧化氮能扩张血管，增加血液循环，有助于降低血压，保护心脏。对于现代人常见的高血压和心血管问题来说，甜菜叶堪称美味的预防医学。甜菜叶还暗藏对眼睛有益的宝物，比如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。这2种营养素是视网膜的守护者，能预防黄斑部退化，减缓年龄相关的视力衰退。除此之外，甜菜叶热量低，纤维高，是理想的控卡饱腹食材。想要控制体重的人，不妨把甜菜叶加入沙拉或清炒来吃，增加饱足感的同时，又不用担心热量过高，还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毒，可谓一举多得。然而遗憾的是，许多人并不知道甜菜叶的好处，经常在处理食材时就把这些绿叶当作废物丢弃了。如此一来，大量珍贵的营养反而进了垃圾桶，实在太可惜。所以下次再买甜菜，可千万别再扔掉它的叶子了，记得把这份大自然的赠礼好好利用起来。第3名，瑞士甜菜。这名字乍听可能有点陌生，其实瑞士甜菜就是著名的 Swiss chard， 一种色彩缤纷、营养丰富的叶菜，又被昵称为彩虹蔬菜。它的叶柄和叶脉会呈现鲜艳的红、黄、橙等颜色，看起来仿佛绽放着彩虹的光芒，因此得名。瑞士甜菜可不是只有外表亮眼，它的内在同样精彩。首先，瑞士甜菜富含多种抗氧化营养素，包括甜菜黄素和甜菜红素，这2种天然色素正是瑞士甜菜鲜艳色彩的来源。同时还富含大量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，这些成分赋予瑞士甜菜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，
能有效减轻体内慢性发炎，并保护心脏，维持血糖稳定。现代医学研究甚至指出，经常吃瑞士甜菜的人群中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。有统计显示，这些人的心脏病风险比一般人低了约 16%。对于心血管疾病高发的现代社会而言，这可是相当吸引人的预防效果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瑞士甜菜对糖尿病患者也有潜在的注意。研究发现，瑞士甜菜中的某些物质可以帮助胰脏中的贝塔细胞再生，而贝塔细胞正是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。胰岛素分泌功能的改善，意味着血糖控制可能更加稳定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。当然，瑞士甜菜和菠菜一样含有较多草酸，如果你有肾结石困扰，摄取草酸过多可能促成草酸钙结晶，加重结石问题。所以有肾结石或易结石体质的人，吃瑞士甜菜时应当适量，不宜过量。但对一般人而言，只要均衡饮食，适量摄取，这点小缺点完全无损瑞士甜菜的营养光彩。第2名，大白菜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咱们最频繁常见的大白菜，居然在这份全球健康蔬菜榜单中荣登亚军。大白菜可谓平凡中的健康冠军。别看它经常以平价菜、火锅配角的姿态出现，但其实大白菜拥有惊人的营养内涵。它是典型的低热量高营养密度蔬菜，每100克大白菜只有不到20卡路里的热量，却蕴藏着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大白菜富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叶酸以及钾、镁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可谓把人体所需的营养清单几乎念了一遍。更厉害的是，大白菜还含有一类强力的抗氧化物质，学名叫硫代葡萄糖苷。这名字听起来拗口，但它们可不简单。一旦进入体内，硫代葡萄糖苷会分解生成2元化学战士，其中包括大家或许听过的萝卜硫素以及各种异硫氰酸酯。科学研究证实，这些物质具有明显的抗癌、抗炎和抗老化作用。换句话说，经常吃大白菜有助于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，减少炎症反应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细胞癌变，延缓衰老。难怪医生们常说要多吃十字花科蔬菜，而作为此家族一员的大白菜表现确实不凡。大白菜还能帮助肠胃蠕动，促进消化吸收。它丰富的膳食纤维能维持肠道畅通，并提供肠道有益菌发酵的养分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。对于肠胃容易不适、消化功能较弱的人来说，大白菜清淡柔软，容易消化，是极佳的蔬菜选择。有趣的是，在中国北方民间还流传着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的谚语，意思是说鱼肉吃多了容易上火生痰，而平凡的白菜和豆腐却最养人，能保健康。可见老祖宗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大白菜的养生价值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大白菜和多数十字花科蔬菜一样，含有一些会干扰碘吸收的物质。如果你患有甲状腺功能低下，生吃大量大白菜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甲状腺激素的生成，因此这类人最好把白菜煮熟再吃，经过加热烹调后，其中的不利物质就被破坏，便无碍健康了。总而言之，大白菜虽然朴实无华，却当之无愧是健康饮食中的明星食材，物美价廉，老少咸宜，千万别小看了它。终于来到第1名，西洋菜。这位被誉为天然抗癌王的绿叶菜，当之无愧地夺得了冠军宝座。许多人对西洋菜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广东人爱喝的西洋菜猪骨汤，或者火锅里那一把清香的青菜，但你能想象吗？就是这样一种寻常的蔬菜，在专家的营养评比中拿下了满分100分，高居世界最健康蔬菜之首。西洋菜也叫豆瓣菜或水田芥，是十字花科家族的成员之一。别看它貌不惊人，营养含量可一点也不含糊。它富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 以及钙、镁、钾等矿物质。更特别的是，西洋菜还含有植物界少见的 Omega-3 脂肪酸。我们平常一提到 Omega-3 总会想到鱼油，但其实西洋菜就能提供珍贵的植物性。Omega-3 对保护心脏和大脑大有裨益。
西洋菜的多种营养让它具备了清除自由基、减少发炎、净化血液的作用，因此被称为天然的血液清道夫。对现代人而言，这真是一位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的健康卫士。翻开历史，你会对西洋菜另眼相看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对西洋菜青睐有加。相传在古希腊时代，希波克拉底特地在一处清澈溪流边建了一座简易医院，种植大量新鲜的西洋菜，让患者食用以达到排毒治病的效果。这或许是人类首次利用西洋菜治病的记载。自古希腊以降，西洋菜一直被视作强身祛病的食疗佳品。古罗马的军团士兵会吃西洋菜来保持体力。而在19世纪的英国，西洋菜甚至有个有趣的绰号叫穷人的面包。为什么这样称呼呢？原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，许多贫困劳工买不起面包，就以野外随处可见的西洋菜充饥。西洋菜价格低廉又营养丰富，穷人只要花少少的钱买上一小把，就能当做一餐饭，把茎叶当面包一样直接嚼着吃，既填饱肚子又补充体力。于是西洋菜成了当时底层劳工的重要营养来源，也难怪后世营养学界把它列为超级食物之一。现代科学更以严谨的实验验证了西洋菜的强大功效。研究发现，西洋菜中富含硫代葡萄糖苷，没错，又是之前提到的那种抗癌成分。这些物质能够保护细胞的 DNA 不受致癌物破坏，同时抑制癌细胞的生长。在多项试验中，西洋菜对乳腺癌、肺癌、前列腺癌等都展现出潜在的防护作用。因此，西洋菜才会被医学界称作癌症治疗师，仿佛真能像治疗师一样帮助人类对抗癌症。对一般人来说，每天吃上一把西洋菜煲汤或凉拌，不仅可以清热解毒，在中医看来，西洋菜属性偏凉，可清热降火，还能获得全面的营养补给，预防慢性疾病，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。从古希腊勇士到近代英国工人，再到今天注重健康的你我，西洋菜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，一直守护着人类的健康，堪称实至名归的绿色英雄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来做个总结。从苦涩的菊苣到平凡的大白菜，每一片绿叶都凝聚着人类与大自然共同孕育的智慧与恩赐。千百年来，它们为无数人提供着滋养，守护着健康。蔬菜有时看似只是餐盘边的配角，但实际上，它们才是我们生命不可或缺的基石。下一次走进市场，或许该重新审视那些看起来普通的绿色身影了。也许那些貌不惊人的叶子，正是默默守护你健康的冠军。选择几把带回家，好好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吧。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天然抗癌王们，往往比任何昂贵的补品灵丹还要管用呢。